明明练的是腹部，为什么几组动作下来却是腰酸、腿酸，反而腹部肌肉没什么感觉？是动作做的不对吗？这样练对腰有没有伤害？大家好，我是 Eric。对于刚才的问题，有很多小伙伴咨询过我，所以我打算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内容分为了2个部分。首先，我会帮大伙排查练腹的时候最容易导致以上问题的几种错误习惯和姿势，然后你可以尝试下看能否按照我的方式来进行纠正。如果可以，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能，那就需要跟着视频的第2个部分来进行纠正性训练，激活腹部肌肉，同时逐步建立正确的腹部发力模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练腹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几大错误。一般来说，只要出现了腰酸、腿酸的情况，往往就是这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做仰卧动作的时候，腰部离开地面，比如仰卧交替踢腿、仰卧抬腿这些动作，腰部离地间隙过大，乃至悬空，这样就容易让腰部处在一个略微伸展的状态，腹直肌就不能很好的进行收缩发力。所以我们做这类动作的时候，可以用手摸着自己的腰，来确保腰部时刻处在贴紧地面的状态。第2种情况就是做卷腹的时候，上半身起得太高。如果你本身并不是为了练习仰卧起坐这个动作的话，那么就并不需要将下背部抬离地面，只需要收缩腹肌去缩短这一段的距离。想象你用最下面2根肋骨去接近骨盆的感觉，从侧面看，也就是只用带动你的肩和上背部离开地面即可。第3种情况就是做转体类动作的时候，腰板挺得太直。虽然我之前有经常教大家健身的时候，尤其是在做一些大重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挺直腰背，但当我们练腹的时候，可以不用太考虑这一点。相反，保持背部适当的微曲，反而可以更有效的刺激腹肌。第4种情况就是做支撑类动作的时候，不要塌腰撅屁股，也就是骨盆不要发生前倾。这样的话，位于下侧的腹部肌肉就容易处在一个被动拉长的状态，不能有效的兜住躯干向下的重量，然后就会越来越往下掉，而且腰会非常酸。正确的做法是想象你的骨盆两侧有2个旋钮，然后我们转动旋钮，把骨盆往后进行一个微微的旋转。从侧面看的话，背部会有个微微起拱的状态。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做悬垂类动作，比如悬垂抬膝或者是悬垂举腿的时候，如果你光顾着抬腿，躯干却纹丝不动，这样腹部肌肉最多起到的是稳定的作用，而不是主动的伸缩，反而受到更多刺激的是屈髋肌群，比如髂腰肌等等。正确的做法是每次抬腿的时候要多往上再抬高一段距离，让下背部有一个弯曲的动作，同时在下放的时候要做到有控制，底端不用完全放回至竖直面，更不要甩到后侧，要始终让腹部拉住我们的下肢。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是否存在上面的这些问题，对应调整一下，一般来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然后这里我再教你们一套腹部的专项练习，这套练习能帮你快速的激活腹部肌肉，增加本体感受，建立正确的发力模式。尤其是对于新手和想要进一步提升腹肌练习效率的朋友来说，能极大的改善腹部发力感弱、动作质量差等问题。训练方一共包含了5个动作，都很简单。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控制骨盆和脊柱的姿态。因为骨盆的前后转动以及脊柱的屈伸，主要就是正面的腹直肌和背面的竖脊肌之间的交互抑制作用。首先，我们6点支撑于垫上，大腿和手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将整个背面拱出去，同时吐气，并在顶端稍作维持，就像是一座拱桥。这个时候，你的脊柱就处于一个屈曲的状态，同时骨盆有一个向后的偏转。形成这个姿态的主要发力部位就是腹肌，所以请记住你现在腹部的感觉。今后在练习其他动作的时候，就要立刻找到这个状态。接着我们再把背部收回来，反方向做一个脊柱伸展的动作，并同时吸气。然后我们在这2个状态之间来回切换，一共练习10次。
第二个动作是抬膝团伸。首先将双手围成一个三角形，垫在尾椎骨下方，然后将双腿抬高，不用打直，微微弯曲就行。接着将大腿往胸口的地方慢慢靠拢，直至感觉到整个腰部都抬离地面，然后在动作顶端稍作停留，充分感受腹肌的收缩发力。接着再有控制的慢慢放回。整个过程你可以像我一样把头和肩部抬离地面，以增加难度。但要是你怕脖子酸的话，也可以就放在地面。这个动作我们一共练习10次。接下来是 V 字支撑下放，首先仰卧于垫上，双脚踩实地面，然后从坐立的姿态慢慢往后倒。这里需要注意，往后倒并不是直直的倒下去，而需要先将背部微微往外拱，再有控制的下放，让腰部先贴到地面，然后依次再是上背部和肩膀。接着做起来继续。这个动作能帮助你更好的找到仰卧支撑类动作的时候腹肌的收缩感。如果你腹部力量不够，或者是上半身太沉的话，那么可以用双手抱住大腿来进行辅助。这个动作我们练习10次。接下来是平板支撑，动作很简单，但是用处却很大。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于撑的时间有多长，而是在于要能在平板支撑的状态下快速调整脊柱和骨盆的姿态，从而来培养我们做俯身支撑类动作的时候腹肌的发力感。这一步需要借用我们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用到的旋转骨盆的技巧，也就是将骨盆向后偏转，背部微微起拱。如果你有点忘记了之前那种微妙的感觉，那么可以再回到6点支撑去找找感觉，然后再逐渐抬起膝盖，过渡到平板支撑。这个动作我们完成40秒。最后一步是抬腿卷腹，在完成了前面一系列动作之后，我们的腹肌已经处在了一个高度激活的状态，所以我们趁热打铁，将这种感觉快速转化到最基础的腹部训练动作中来。相比起将双脚踩在地面的卷腹动作，抬高双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找到腰部贴紧地面的感觉，从而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发力上。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改变一下你的惯有思维，不要老想着去把身体抬离地面，而是要想着用最下面的2根肋骨去接近骨盆的感觉，去缩短这2点之间的距离。所以从侧面来看，腰部应当始终紧贴地面，只有肩部和上背部微微抬离地面。
另外，你可以用你的双手摸着你的腹部，感受腹部伸缩的过程，这样可以不断的强化你 mind-muscle connection 神经肌肉连接。另外就是要注意，在动作过程中一定不要甩头，得固定住你的头部，一直保持挤双下巴的感觉。这个动作我们练习30次。以上就是整个练习方案，每天练习1次，希望能帮你快速找到腹肌的发力感，提升练腹效率。另外，这里再提醒一点，如果你的训练动作都是正确无误的，腹肌也能有很好的发力感，但是呢，依然还是有腰酸的情况出现。那其实这种情况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有些练腹动作或多或少确实是需要一部分下背部肌肉协同参与发力的就比如平板支撑。所以出现腰酸，往往是因为下背部肌肉之前缺乏锻炼筋耐力比较差造成的。通常来讲，只要你的动作是正确的，然后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下背部的筋耐力和耐酸性就会得到提高，腰就没那么容易酸了。OK，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里是 Eric 凯练台，关注我，给你最较真、最科学的健身方案。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